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来到关键压力位，是继续上涨还是双顶形成？下周将揭晓答案。AMD 再次回踩仿包，波段看涨，但这次的力度可能远不如之前，要多加小心。MSTR 超跌反弹，短线关注。而在2周前的直播中，阿哲说过，选了一只趋势低位的股票，可以多加关注。现在回头看，还真的是低位。那在你看来，目前还有相对低位的股票吗？如果有，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阿哲。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3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我们美股周复盘观点。在第一部分，还是要对于指数有一个相对的观察。我们会讲到有关纳指的浪形和 K 线，以及在下周周一你要关注的日内支撑和压力点位有哪些。在明白了指数环境后，我们再看到第2和第3部分，阿哲还是会讲到以下的个股，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以及 Unity 等以上个股的短线趋势分析，同时也会给到他们接下来周一的关键支撑和压力位。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这里阿哲需要补充一点，就是 APP 虽然标注了红色块，提醒短线的风险，但不代表看跌，而是说明短线在持续的上涨之后，它有调整、有序修整的需求，而波段上其实还是上涨的。那么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还有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的视频，那么阿哲视频平时涉及到的个股标的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较长。如果您不太习惯观看长视频，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播放按钮，旁边呢有一个三角形，点开之后你会看到今天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都是阿哲一一去整理对应的。而点击对应的时间轴，您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那一只标的分析。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讲一下目前的市场在 K 线方面怎么去看待当下的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前期我们讲过2种阴线，一种呢是负阴线，也就是股价是乌云盖顶的现象，有冲高而后回落，把昨天阳线吃掉一半以上，这种叫做负线。一般出现说明有风险。当时这个负线就帮我们去逃过了一个下跌。那么最近这个负线出现之后呢，虽然要减仓，但第2天呢是仿包，所以继续短线看涨。那么当下出现了持续的上涨后，股价来到了关键压力。这个压力是谁？是我们在上期说过的反弹的最终目标，就是前方关头阴线的高点处。关头阴线它很特别，它全天在日线上只有3个价格，因为它的最高价和它的开盘价是相等的。那么这种 K 线就表明它从开盘而后就一路下跌，并且空方全天占优。那么这个开盘价格一般代表是一个绝对的空方强势压力。那么这个点位在本周周五时出现了冲高回落，略微受阻。那么抛盘目前来看还不严重，但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区。如果股价要转势，它要脱离反弹的看法，它必须要有一根强势的阳线。大家注意了，是强势的阳线，不能是十日线，不能是小 K 线，它一定要实体比较明显的过去。那么我们认为空间会打开，而后这里由反弹转为反转，否则下周这里将容易见到冲高回落，亦或者明显下跌阴线，这里将会验证关头阴线压力有效。这是前期我们所去讲到的一个 K 线观点，而后做一个复习。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纳指的浪形，通过波浪理论，我们是认为它处于5浪上行当中，而这个5浪高点目前还在寻求。假如这一个关头阴线的压力依旧保持有效，那么5浪高点则在此处将会产生。而如果关头阴能够在下周强势突破，那么5浪高点将会继续延续，会延长到哪里呢？曾经我们讲过几个点位。就是当市场的3浪延长，那么浪1和浪5的位移有所斐波那契呈现的比例关系，它是 0.382、0.5、0.618，亦或者是 0.764，或者是1倍 1.618。那么多点位，我哪知道高点会在哪里出现？所以你要关注每一个点位附近它的一个价格表现。之前呢，在 0.382 的位置，价格只是略微停顿调了2天，而后立马重新站上，继续的冲高。那么在 0.5 的位置，价格呢也只是略微停顿了2天，而后继续的往上运行。
到了0.618时，关键的黄金分割的比例则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市场出现了负线，出现了关头阴线，而后明显的跳空，去回踩了0.382曾经的压力位，变成支撑，而后产生本次的反弹。那么这波反弹在周五的这根 K 线的时候，它的收盘价已经是收在了前方我们0.618的空间价位之上，就说明这个价位开始收盘突破。那接下来确定突破是否有效了，我们需要在下周依旧能够站在这个价格之上，它不能够突破之后立马跌回来，那么就不能算是有效的突破。而只要这里是站稳的，只要关头阴线呢再顺势的突破，基本上下一个目标位就是0.764，也就是21751.7这个空间将会是下一个目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空间打开它的一个需求。如果没能达成以上条件，那么这里将会继续的往下去回踩。那究竟是做一个双底，还是说会构成一个破底，就是后续要去走弱时观察的。这是目前对于市场的一个整体 K 线和浪形的观点，更多是短线和波段上。而这两个纬度也是最近的视频当中我们反复去提及、反复去更新跟踪的一个观点。那么我们再从另外的纬度，从日内30分钟再去看一下，我们盘前解析当中，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至少您如果是刚刚订阅的粉丝观众，那么基本上每天盘前阿哲的盘前广播您应该是可以收得到的，这是属于一个订阅粉丝福利。而在昨天8月8号的盘前，阿哲有讲到，从压力位来说，它呢依旧有效，因为周四呢是一个吊颈线加决策阴，但这种 K 线出现不是说立马看跌一般来讲你需要明确下跌，所以日线的防守呢，正常来讲就是这根阴线的收盘价。当下呢，这根阴线的收盘价昨天是没有跌破的，所以日线呢是没有风险，所以继续呢看涨。而从30分钟来讲，市场呢是处于一个趋势的波段上行。那么阿哲有讲过，这是一个买点，这个买点呢它可以去做，但是呢最主要是日内短线以及要观察压力位是否能够突破。那么这个点是怎么来的？昨天的盘前为什么会有提醒一个买点产生在日内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指30分钟它的一个技术分析图表。那么图表当中最近的这一个低点然后产生的反弹，就是在30分钟的这个波段上行，从之前的黄色飘带说明趋势是空头，波段的空头转为了这个紫色飘带，趋势转为多头，那么后续一路上行。那么这个位置出现了下跌，为什么说它会产生买点？其实很简单，当一个趋势在形成之后，它没有那么容易被改变，所以当市场做出了危及到这个趋势的行为的时候，很多时候趋势会自救，这种买点叫绝处逢生时。比如说前面这里价格跌破这个飘带时，开始我们数一下，这是第一天跌破，这是第二天跌破，第二天跌破时市场容易发生自救行为，它的表现是这根 K 线的低点不跌破，这一天的高点被突破，而后这是一个日内30分钟的买点。那价格再次的回落，这是跌破的第一天，然后股价呢在这里出现第二根 K 线，当然这里呢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绝处逢生但是它跌破了，所以趋势呢有所自救，这根破位 K 线被突破反包，好，这里呢开始又出现一个趋势自救的延续行情。那么这种都是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呢不算是很好，因为如果真的是一个强势的趋势运行，它正常来讲它不应该出现频繁的破掉这个趋势带，不应该频繁的需要趋势去自救。所以阿哲昨天说这里有买点，但是这个买点呢只能先看日内的，因为它容易说明趋势其实没那么强劲。那什么样的趋势叫做强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 AMD， 我们也之前呢一直用它来举这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叫强劲？ AMD 目前的日线就要强劲，每一次的回踩都没有跌破过这个飘带，没有一次需要趋势自救，每一次都是回到飘带附近就止跌了，包括最近的这一次回到飘带中间就止跌了，都没有跌破飘带，这种就属于趋势一直很完善的在运行，根本不需要自救，多头很是强劲，空方没有一次掀起波澜，这种才叫做强趋势。所以当下的指数呢，看涨归看涨，但以短线为主，波段呢也都还不能上上，只有突破关头阴高点打开空间我们再去加仓看涨，而在此之前还是相对留一点谨慎。那么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老同学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照常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的小红心。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阿哲也希望您可以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点赞评论支持。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见到阿哲观看阿哲视频，
那么阿哲也希望，如果对您有所帮助，您也喜欢技术分析，那么可以点击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开之后，它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已订阅形成，就说明您是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订阅同学了。您再把这个全部铃铛给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都可以及时的收到我的通知。我一发布，您就会有平台通知您阿哲更新了，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感谢您的订阅支持。而相对应的，如果订阅之后您只要是刚订阅同学，会有一些订阅福利，想要领取的同学呢，可以去找到阿哲的这个 partner， 您可以去找到 Jacky 老师去进行了解。下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就是日内撑压红绿灯。那么这一个所谓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是阿哲每天的美股盘前电报广播当中都会去提到的一则信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板，当前你所看到的左边的图板，就是阿哲每天盘前的信息了。那么这条信息呢比较多，阿哲一般会讲到有关于指数的分析，以及个股短线和波段多头它的一个持续的跟踪正常就是这些标的了。因为你平时看阿哲视频，我呢是26更新，如果您是只看公开视频，那么可能它会有一些间隔，它不是时效性很强。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您最好呢跟 Jacky 老师去拿一下每天盘前的这一个相对时效性较强的这个信息，阿哲会有文字的表述这些标的它的一个阿哲最新的观点，可能会有一些更及时的帮助吧。这也是对于刚订阅阿哲同学一个小小的福利。当然这里我主要重点要去讲到的是这一些点位。每天盘前呢，阿哲会给到有关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这3只股票它的一个点位的测算。这个点位怎么用包括稍后我们的个股解析当中也基本会给到这个点位。那么怎么去使用呢？您需要去明确，或者说您需要简单去了解一下。一般来讲，阿哲会看一下收盘价格。收盘价格如果在预测的高点压力之上，就说明多方很强，突破了压力，那么这一天日线日内都属于多头强势，有转多和延续多方的希望，就是说能够看涨。而如果收盘价是跌到了低点支撑之下，就说明股价的一个走势偏弱跌破了支撑，是空方较强，那么相对大白话讲就是可以看跌。那么以此衍生出了一个指标叫红绿灯。在右侧的图表当中，阿哲的 K 线底下有一些标记有一些红色和绿色就是红绿灯了。当市场符合多头强势，它突破了压力，就是一个绿灯；空方强势就是红灯。所以正常来讲，一波做多行情，它应该是绿灯很多，红灯很少，甚至呢可能没有红灯，就像之前 MD 的走势基本没有红灯。而它相对傻瓜式的操作就是出现绿灯之后开始看涨。如果出现红灯呢，相对减仓止盈，而再次转为绿灯，再次看涨。反之，转红灯小心风险，市场可能会有调整。在转为绿灯之后再次看涨，红灯而后绿灯，是不是只要是最新的那一个灯引领的方向，就是短线我们去看的方向？那么这一个绿灯之后没有再转红灯，都是无灯的，那么就说明目前的短线依旧向上看。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短线多空博弈可以去发现、去跟踪的一点。它呢可能不能够让你卖到最高点，买到最低点，但是在趋势方面，它还算是比较灵敏基本上阿哲呢每期视频都会去讲到这一点，那么也基本呢每只个股也会给到相对应的点位。那么这一个红绿灯的判定呢是不夹杂任何的未来行数，所以它不会漂移，所以这呢也是阿哲经常会去用到它去观察、去分析的一个视角。而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这一波上涨。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波上涨只要不出现红灯，那么整体不管后面是涨是调都属于安全，都属于正常的事件。我们看到在周一的时候，纳指关注哪些点位？首先，低点的支撑是21,367.5，高点压力是21,547.05，这2个价位周一的时候要关注。如果日线收盘价跌破了21,367.5，就说明它要转红灯。转红灯加上左边是一个压力，那么这里就要明确小心市场压力受阻，而后容易回落，这里容易产生反弹高点。但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比如说它收在了这个点位之中，或者收在这个点位之上，就都说明目前的压力还没有形成比较恐慌性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都是良性的，亦或者保持上涨，那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以此观察，在关键点位上，它最好不要出现压力附近的红灯就行了。那么只要不出现红灯，我们短线红绿灯依旧持有看涨。当然这个点位可能会有变化，比如说周一、周二、周三基本每天呢都会有所改变，有所不一样。所以如果您是想要每天都及时接收到盘前解析的，那么记得一定要及时点上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您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可以找到阿哲的置顶评论。那么
评论中有一条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联系链接，那就是 Jacky 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之后可以找到 Jacky 老师。Jacky 老师呢是阿哲特意邀请过来，对订阅粉丝同学做一些更加深入辅导、更加及时反馈的一位老师。他呢也有10来年的从业经验了，在股票市场有很丰富的这种交易的手法、交易的经验，包括很多技术分析，他也都懂。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学习当中有不懂的，都可以咨询他。同时，我们的订阅福利你都可以跟 Jacky 老师去领取。这里简单讲一下有哪些订阅福利一般呢会有2重福利，您可以领取得到。第一重福利就是盘前解析和点位的预测，刚才我们所说的阿哲的广播就是其一了。第二就是我们还有相对应的进阶知识培训以及内部直播的课程。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些内部公开大家呢只要是订阅粉丝都可以直接学习去参与的一些课程。它呢会讲到更多我们公开不会去讲到的知识点。这里面呢，我们每周会有不同的课表，所讲的内容呢都是不公开去进行授课的，所以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来讲，会有一个更专注的学习环境会有更加进阶的知识陪伴大家去成长。阿哲唯一的希望就是您在订阅阿哲之后，能够快速的开启您对于技术分析的认识、认知以及了解、学习更多的方法，能真正的对您产生帮助这是阿哲希望您订阅之后能够快速去获得的一些东西。这里呢，阿哲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接下来2周您可以在8月份所参加到的内部课程。您如果是今天看到视频找到 Jacky 老师，那么从8月12号，也就是下周2开始，我们会开始我们这一周的课程。我们会讲到多空套利系列、低吸模型、高抛模型、暴力模型以及万能交易和最佳选股模型。那么这就是我们下周的课表。而在下周呢，也会有其他龙头利润的系列课。我们每周每月的系列课都会有所变化，不会一成不变，都会提供更加贴合当下市场的一些知识和分析。在目前的市场属于多空重构市场呢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在这种多空重构下，如何保障我们的利润，是我们在8月份要去重点学习的一个主题方向。而我们的解决方法有哪些？大家到时候记得及时观看、及时参与，不要错过任何一节直播课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关于个股解析要开始了。指数的分析呢，大家目前有所了解，大方向如何看涨以及如何可能会涨跌。那么在明白指数环境之后，我们来到个股的解析。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当前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特斯拉目前在选择方向，在三角形收敛，而当下它其实借助最近的连续的上涨，它已经突破了前方的一条下降趋势线。但是上方呢还有一个相对大级别更大级别的一个下降趋势线是产生了压力，有所回落，但它至少已经产生了不错的向上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力度。所以在这种三角形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多方表现的越强将会越好。但阿哲有一个建议，就是在明确选择突破这个三角形之前呢，不太希望大家把很多仓位提前去埋伏进去，你最好还是等待明确的方向是向上呢还是向下呢，而后再去顺势去做。而在这之中收敛没有明确的方向之前，你可以短线看多和看通，但尽可能不要去提前太快的去赌，大仓位去赌它会往上还是往下。接下来我们再从资金和动能上短线看一下特斯拉。不过在讲解之前，阿哲需要简单说一下阿哲平时的个股分析体系。当然如果您是老同学，这一部分呢可以选择跳过，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这里呢要认真听一下，因为我们的后续的个股分析都会建立在这一套模板当下去进行分析。那么阿哲呢一般会建立在个股当中的 K 线、趋势和资金去做一个分析。那么在短线的趋势上，阿哲会用红绿灯，比如说绿灯就属于短线看多，红灯呢属于短线偏空。那么从较大周期，比如说中短期，阿哲会用这个彩虹带，它如果是紫色的，说明波段上涨；如果是黄色的，说明波段下跌。而170天均线，阿哲是看中长期，中长期的趋势是向上还是向下。另外从 K 线上还有一些超买和超卖的一些提醒，比如说黄色 K 线它为超买信号，白色 K 线为波段的超跌超卖信号。这个呢也是在震荡行情以及一些急涨急跌行情去为阿哲呢去提醒一些风险和机会。那么底下的副图就是一个相对的基因指标，如果市场下跌而后进入到了下方的黄色块，就说明这些位置呢属于相对的估值的低位或者说相对价格的便宜的地方，是低洼区，容易引发市场的抄底行为。那么很多资金呢会在这种位置可能去选择买进抄底。
而绿柱的产生，聚宝盆的产生，说明聪明钱有机会是产生流进了。而这种红柱出现，白块出现，说明它是一个相对的高位，价格的高位，就容易引发聪明钱的流出或者说获利兑现这是一个资金方面。这一套体系，这一套模板，就是我们财神所专用的分析模板、分析的指标和系统，也是阿哲呢后续每只标的都会用它来去做一个分析和解答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特斯拉的解析。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图表，我们从短线来看，是不是价格最近从前面的这个红灯后这一天10日线开始转为绿灯？好，它呢意味着短线开始价格看涨，而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一个红灯，那么都是无灯和绿灯，就说明从这一天开始是不是保持短线的趋势走为向上？它呢是最为提前发生买入信号的一个信号了。而从飘带上来讲，目前是产生了变，也就是说从黄色飘带已经转为了紫色飘带，从一个震荡的空转为震荡的多，因为目前这个飘带整体是横盘嘛，所以整体来讲是一个震荡行情，只是目前是再次调整结束，转为偏多头。那么底下从波段的支撑来讲，你可以看到317.5附近作为波段的支撑，这里只要不跌破整体趋势有慢慢转多头、波段多头的一个机会。大家注意阿哲所讲的周期是波段多头。而从170天均线，是不是当下呢是由之前的走为向上，而后走为向下，是走平向下了？所以170天均线因为最近的震荡有机会走空了，但这是中长期的，不影响目前的短期。但170天均线呢，它产生的会有一个压力，像之前这里是不是产生了一个震荡而后下跌？所以目前呢又来到这里了，170要有效站上才行，一般这里不能够收阴再跌如果收阴再跌，就说明它要回踩一下我们所说的波段的支撑了，这里最好是不要走弱一走弱就说明要踩波段支撑了。而如果它真的要踩波段支撑，那么红绿灯产生红灯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了。底下的资金呢倒是没有太多变化，从日线来看它呢是一个中轴附近，所以目前的位置呢还算是正常的，没有太高也没有太低。而我们再从30分钟也可以去看一下，30分钟的趋势呢就很明显了，一直呢都是这个紫色飘带，所以最近呢在日线上才一直是一个绿灯嘛。好，当下它又回踩到了飘带，我们说回踩飘带它不要跌破跌破的话呢有可能调得太深了，这里呢还没跌破，没跌破止跌，那么在下周呢只要这个飘带的位置不跌破在我们整个30分钟的趋势中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这个飘带我们看一下它的中轴是多少，中轴是326.579这个价位如果都不破，30分钟继续往上看涨是没有太多的问题，只是波段上30分钟有一个资金的流出这个流出呢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要很强的上涨它止跌之后如果反弹不创新高，再结合前面资金流出那么特斯拉这里再是一个30分钟，那么特斯拉这里上方呢又刚好还有一个170是吧？170附近的压力，那么这里呢就要小心它的一个回落了，一旦回落相对趋势上就容易回调。我们再看一下在短线上它的红绿灯的变化，在下周周一关注一个点位是低点支撑325.31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339.48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呢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最近的走势是不是也是回踩了飘带之后往上走？它呢依旧还是170呢是上行，然后波段呢依旧是看涨的，这个是短期改变不了的。而我们从红绿灯来看，从前面回踩有一个红灯外，它是不是一直都是绿灯？所以一个强势的上升行情，它应该是以绿灯为主，红灯呢是相对比较少的，它只发生在调整当中，而且很多时候它不会有连续的红灯。你会发现从前面低点出现了资金流进之后，这一波上涨，很多时候2个红灯就极限了。那后续的上涨是不是基本上没什么红灯所以基本上2个红灯就是极限了，都是1个红灯来的。然后最近呢是1个红灯都没有，包括这一波调整1个红灯也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时候它可能会产生红灯。如果红灯出现，就说明又陷入调整；如果有连续的红灯出现，就要小心。但目前没有的话，它的波段看涨，它的下方170也看涨，那么短线目前也看涨，所以3种纬度3个角度都是看涨的，那就依旧认为它的一个上行吧。下方它呢虽然是属于高位了，有所高位，但是目前没有资金的一个变化，所以依旧整体几个纬度来看也还是上行的。我们来短线跟踪一下，低点的支撑是多少呢？是181.55，高点的压力是184.4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呢是关于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MD， 目前所看到是 AMD 的日线图表。
在前期我们讲过它的一些空间价位是不是 168.56 和 166.19， 那么这里出现下跌，止跌反弹又下跌，而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是略微踩了一下前面的高点做一个支撑，而后反弹有缺口有反包，所以我们在这一天是不是认为它是反包看涨是一个买点啊？在上期视频我们也讲过，如果反包就可以做一个买点。好，反包之后如果为买点，我们上期也讲过，你可以做一个下降的趋势线，我们在昨天的盘前也讲过这一点。这个趋势线如果它能突破，那还好可以作为加仓；但如果不能突破呢，就要小心它再次的回踩，甚至呢是趋势目前还在下行的一个可能了。所以这里是阿哲所说的，这个位置是买点没错，但是它这个地方的力度是不如之前的这2波上涨以及这个位置的上涨，所以这个位置趋势走弱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因为它出现买点，所以我们依旧在趋势上涨时做回调买进，但这个地方你的仓位不能像之前那么多。整体呢波段看涨，但是预期呢是比较缓慢的，或者说比较弱的一个上行，甚至呢它不涨我们都能够接受。而我们再一次能够去看涨加仓的一个理由，就是它把这个下行趋势线给突破了。比如说下周周一出现反包阳线再次吃掉我们的下行趋势线以及吃掉阴线，那这种位置再加仓再看涨是 OK 的，说明它可能短线又转强了，这是没有问题的。而后我们再通过短线的资金和动能上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AMD 和英伟达是一样的，它的170呢是上行，然后波段也是上行，那么它的 K 线是不是也是由一个红灯转为了一个绿灯，所以这里呢也是能够看涨的，是一个买点。前面这里其实也有一个绿灯买点，但买进之后呢，它第2天转红灯，短线就风险，就有可能还要调。最近调到波段的支撑附近，然后启动，那么这里呢作为买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其实都是如此就波段上涨时呢，就不用管太多回调找买点就行了，找错了止损找下一个，只要在飘带附近有支撑，你总是能买到回调低点。你可能会有做错的时候，但那一次呢，有可能是趋势的末尾，所以这一次能不能错，会不会错，会不会是趋势末尾，不知道，但是做了我们就继续去跟踪就行了。当前这里它是10日线，它是一个绿灯的范围，它还没转红灯，它也没有跌回到飘带，所以这里依旧看涨。那么这个飘带的上沿是多少呢？ 169.493， 那么这个点位呢可以做一个支撑。而后我们看到红绿灯，红绿灯的低点支撑 171.64，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177.6， 关注这2个价位。那么这里有一点要小心的，就是我们看到30分钟 AMD 的图表，你会发现这个飘带已经缩短到了一个很极致的位置了。比如说这里呢，如果出现下跌，基本上飘带呢在30分钟会转为黄色，也就是说波段呢会变空。那它又在170附近如果这里波段变空，170也被破，就很容易引发进一步的调整。所以 AMD 这里呢肯定就可以买，可以看涨，但是还不是说能够持续的加仓的一个过程，波段还要去继续跟踪它的一个力度。像前面这里波段呢由紫转为黄色，它是不是往170去奔那现在这里170离那么近，如果跌破了这个飘带转空，又跌破170，那30分钟将引发一个更深幅的调整甚至可能会破前面低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相对的注意了，这里可能就真的是一个本次强势上涨当中要引发一个较大调整级别的一个位置，这就不能随便加仓了就要小心。这也是为什么视频开始时我们说过的，要千万小心这一次的波段交易。以上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分析。那么这3只标的呢，花的时间就偏多一点。第3部分开始，因为个股比较多，所以阿哲可能会讲的简单一点。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跟得上，并且也希望对您还是能够有帮助和思考的。我们依旧会给到它的各个趋势以及短线上之内的支撑和压力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1只标的是 Circle。Circle 呢，最近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前面的下跌是不是有蓝 K？我们说蓝 K 下跌时，你要关注一个日线的买点，就是蓝 K 消失而后反包，就跟前面是一样的。蓝 K 消失而后反包，这种作为日线的抄底买点。但它这里的蓝 K 消失之后呢，就没有反包，所以它这里呢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抄底买点。那么这一天又是一个光头阴线，所以高点是压力当前也没破所以我们更加希望的是能突破光头阴高点，产生买点。而这个位置的飘带由紫转为了一个黄色，所以它整体是波段偏空的走势了。这里有一个绿灯转红灯，所以当前从日线上看 ，Circle 它这里的抄底买点是没有的，而之前买进的绿灯这一天有红灯就立马要跑了。当下呢，它是有一个负线，
复线后的 X 突破也是可以作为买点的，但阿哲比较建议的是因为上方的关头阴离得比较近，我们知道它有压力，所以更好的一个右侧买点是把关头阴突破然后最好不要受到飘带的影响，有什么引线什么的我们可以作为买点。那么这里所产生的买点就比较容易去击穿这个飘带否则在这底下我们就看它震荡，看它走就行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值，在周一时它所出现的是什么颜色的灯呢？第一点支撑是 156.574， 高点的压力是 165.676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LT 在前期回踩飘带有2次这个红灯转绿灯出现了上涨，第一次涨得少，第二次涨得多。那么这一次上涨时它一直保持绿灯，一直上涨，那么没有什么问题当下依旧也能够看涨。但这个地方有一个黄 K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波段有超买的可能了，结合底下它是一个白色块的预警区，目前还没有右侧风险，还没有明显资金流出，所以还好。但是价格走到这里，你敢再追就很风险，一买可能就买到调整，前面有好买点不买，这里跑到这里再去买，那么如果真的买了，那么就要小心了，你只能做超短线只能做日内，不要随便的去持股太久。那么看一下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185.685， 而高点的压力是 189.265， 关注这2个点。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呢，是不是由这个趋势飘带紫色转为了一个黄色？那么目前呢，这个飘带在放大，在发上，说明空方的趋势呢是在变强的。而底下它出现了绿灯后，它没有出现强势的阳线，一般绿灯是10日星，不是强阳，不是一个上涨阳线，一般不作为买点。而左边的蓝 K 虽然消失被突破，但是它没有阳线，所以呢我们不以此作为抄底信号。但是你要知道它开始有所止跌，只是没有一个买进信号而已，确定性不强，上涨不强。所以当前呢我们最好等一个绿灯的上涨阳线，或者是实体阳线会比较好一点。那么低点的支撑是 299.65， 高点的压力是 312.12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最近也是出现了比较强势的连续的一个上涨。前期为什么说它在趋势低位因为它的飘带和170靠得很近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收敛聚集，是一个收敛筹码，是个聚集筹码的一个手段。而后最近出现了爆发，它是不是在回踩的时候也产生了这种动作？就回踩然后呢是一个红灯转绿灯回踩红灯转绿灯。那么上期我们说过，这里呢是要减仓的，因为它是负线。好，突破运线上破再看涨，但它上破的时候盘中就加速了，所以这个是只能追着去买了。好，加速之后在昨天又继续上涨。那目前我们说上方的一个目标位是多少？470附近应该是470附近。昨天呢是盘中是还没碰到，但基本上最高是464.98，已经很靠近了。但是走到这里这个哪怕呢它会碰470，我们认为这个压力它要过去还是不太简单的。离飘带如果远了，离170如果远了，它是容易有趋势的一个乖离修复的，所以这里最好是调完之后再去继续买，不要去追涨。我们一般比较建议回踩飘带，或者说回踩飘带它们之间空间的一半去找一个买点。这里如果出现红灯，那么就比较小心了。它的低点支撑是 451.499，高点的压力是 469.461， 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博通的走势最近就偏弱一点，左边呢出现了一个上破，但是呢没有有效的突破，所以整体不算强。而它也是一个决策阴没有跌破所以目前呢上涨还是可以看涨，并且它的绿灯是不是也还是保持绿灯，没有红灯。那在前高附近呢没有突破，但是也没有红灯，所以短线来讲目前还是能够看涨的，就整体是比较弱的一个震荡的上行。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下周周一低点支撑 303.761， 这里如果跌破再结合前高，那么是要小心再回踩飘带。高点的压力是 309.079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简单看一下飘带底下的第一个支撑是多少呢？底下的第一个支撑是 294.582， 然后第二个中轴支撑是 290.085股价调整差不多它呢是在这2个位置经常有受到支撑的。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最近呢在底下是出现了这个黄色块我们说黄色块的话，它意味着价格这里是算便宜的，容易引发资金的进场，而后出现了这个上涨明显的动作。前期呢在上行时这个震荡的时候，底下呢是有不少的这种资金的流出现象，
所以后面的这波暴跌啊，已经算是早就有所提醒这个风险了。但是 K 线上它是一个三阳小顶啊，这个要及时左侧卖才行。那么这一波的大跌单边下跌以来，中途呢出现了一波反弹，现在又是一波上涨，那它会不会是反转呢？可能性还不算很大，但是这波反弹肯定力度呢，目前走到这里已经很 OK 了，它已经碰到170，然后也开始接触这个中轴线。那么空方的飘带接触中轴线，这里将会是个强压力，因为又是170又是中轴嘛，所以这里肯定是个强压力。中轴线是在725.312啊，这里如果有冲高回落滞涨 K 线，那么这波反弹走到这啊也差不多了。但假如它依旧能够持续的保持向上的强势的上涨，那么在飘带还是黄色之前呢，我们还是用反弹来去看啊，除非它后续能够扭转飘带而后回踩不破，这个时候开始做转势，这种叫右侧的转势买点。当下呢还是属于下跌反弹啊，目前是没有趋势的反转的，所以当下的这波上涨依旧短线来看，依旧反弹来看，小心任何的下跌信号。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短线的预测值上，在周一关注它会不会出现红灯，这里低点支撑是716.385，高点的压力是729.43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苹果呢也是保持上涨，但是它也出现了一个什么 K 线啊？黄色 K 线，黄色 K 线跟 PLTR 一样，它呢就属于波段的一个超买区了。前面这里其实也曾经出现过黄 K 啊，黄 K 后如果被跌破消失啊，就跟蓝 K 这个消失突破是一样的，它都属于一种相对的波段的超跌和超买。那么在上期我们说过，这个蓝 K 如果消失突破可以构成买点，是吧？买点之后呢，股价又继续的上冲了2天，目前是个黄 K， 黄 K 到这里你就不要瞎买了，它说明已经有风险了。这里股价再次上行，它的波段调整的需求越是往上越高，所以当前来讲啊，苹果走到这啊，你可以做一些右侧，如果出现下跌 K 线，比如说红灯啊，或者说明显的冲高回落，亦或者是10日线运线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个波段的获利兑现，而后持续的，因为它目前的趋势反转现象比较强那么后续如果回踩170不跌破或者说深一点到飘带附近，那么都是可以再次去看涨的，因为它目前已经算是趋势很明显的反转了。接下来只要守住最好是把前面高点守住，是吧？前面这几个高点它算是箱体突破只要守住这个高点，不跌回这个高点之内基本上箱体的突破又整理那么久，那么整体趋势应该还是会有上行空间的。低点的支撑是224.3，高点的压力呢是236.0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的话，在最近的这波强势上涨后，它一直处于震荡那震荡过程当中呢，底下的飘带是紫色飘带，那紫色飘带和价格是慢慢的在靠拢是在震荡的。那这种震荡当中，一旦飘带越靠越近，那么它肯定方向会选择，它就容易出现一种收敛的状态。这种收敛状态，它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三角形，但是它也是下有支撑、上有压力的一种表现。而当下出现了一个什么 K 线，是一个红灯转为绿灯，那么又是紫飘带，又是一个买点信号。那么这里呢，我们短线上可以看涨为什么说先看短线呢？因为底下是一个价格进入到了一个白色块所以这里呢属于波段相对的风险区高位，但是还没有明显的下跌嘛。所以这里呢还是可以看涨的。我们短线先看涨嘛。如果能突破左边高点，你可以说波段延续波段续命也是没问题的。这里最好是不要再出现红灯，保持绿灯和无灯。预测的低点支撑763.94，高点的压力是775.26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呢，它出现了一个反弹那目前上方它是一个飘带，飘带是黄色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只看短线反弹。那么谈到我们的中轴线时有压力有回落但是目前是没有红灯的，所以整体的下跌力度还算不严重。那这里能够看反弹的空间，那么这里阿哲认为反弹空间应该还是有的，但前提就是不要跌破前面的蓝 K。蓝 K 突破之后，它也算是一个前期收敛了几个交易日之后的运线上破，也是小级别三角形的上破。那上破之后，我们要求是它不要跌回到这个蓝 K 之内，跌回来立马止损。那不跌回来呢，这里依旧做短线的埋伏做多。那么往上去看，对于飘带的首次突破，这是阿哲的目标，就是这波短线它只要能够收阳突破，那就算是反弹 OK 了，这个目标位就达到了。那至于它能不能反转，就继续跟踪。但是阿哲认为，这一个运线上破之后的力度，应该到目前为止正常来讲应该还没走完才对
除非它立马跌回来，那样阿哲就打消这个看法，那么短线上就离场，就不看涨了。现在来看一下防守位已经有这个蓝 K 的高点了啊，所以这个位置主要关注它的绿灯能不能产生延续不要有红灯。我们看预测低点381.77，高点的压力是402.39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是在一个震荡了很久的箱体区间之内它是比较窄的箱体，就是之前财报之后冲高回落，这里面一直在震然后呢没有跌破有效所以它目前又突破了。突破的话，感觉更加有效一点，比较强势。我们昨天盘前也说过，它更像是一个上升波段的震荡而已。在靠近趋势飘带之后，就容易选方向，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Meta 一样的在财报之后呢震荡，然后呢它总会选方向，而因为它是指飘带，所以更大概率会选择向上。所以回踩飘带如果出现买点是可以去看涨的。而目前呢保持绿灯，保持向上，那么就继续看吧，它最好不要再跌回来。那么这里呢不出现红灯它不跌回来，那还是呢不断看涨。我们看一下红灯的产生，那么低点的支撑呢是199.995，而高点的压力是205.525，关注这2个数值。在回踩170天均线差点危害到趋势之后呢，它就产生了止跌。而最近呢是一个绝处逢生因为它跌破了指标带，跌破1天，跌破2天，而后有趋势的自救行为突破，然后看涨。那看涨呢是踩到了或者说碰到了黄色带然后有所压力，收出10日线。这里来讲相对阿哲认为调整的可能性会大一些除非下周一直接反包那就可以继续看黄色带的突破。而只要能突破，那么因为黄色带刚形成不久嘛，比较浅，所以突破之后回踩不破，那么转紫色带呢是迟早的事情。那这个节奏会不会出现呢？我们拭目以待。但目前的走势有一个长上影线，而第2天收跌。那这里呢更像是滞涨停顿所以这里如果继续的收出一根红灯 K 线，那基本上又要去看一下170能不能撑得住了。那关注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21.329，高点压力是223.245，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是 SMCI 它也是在指标带时暴跌跌破了，但它离170有点距离所以它跟亚马逊还不太一样，离170有距离说明还能跌这跌的话还能跌，除非它绝处逢生。在跌破了飘带之后，第1天、第2天2天里面选偏低的这一天2天里面呢选偏低的。好，所以股价如果收盘突破，那么就看涨，但是它最近没有突破，反而跌漏了，所以这个位置呢就还不能够随便买进所以它不是绝处逢生，这里呢有点要走为空头了，要往170去看了。目前是蓝 K， 那你也可以等蓝 K 消失，蓝 K 突破去把握超跌反弹，但当下是没有任何买入信号的。前面高位的时候出现了绿灯转红灯，绿灯转红灯，所以整体呢偏空这里呢下跌比较狠，我们等它有多头信号再说。这里呢预测的值，低点支撑是43.145，高点的压力是45.985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它整体呢还在震荡在飘带上震荡，没有走继续的趋势，是一个上行震荡。那上行震荡飘带呢，又因为前面的下跌最近的上上下跳变得有点窄了，就是有点窄之后，它的支撑就会变弱。那么这个地方就要相对注意，它这里是一个决策阴，决策阴呢被收阴跌破，那么应该是看调整的所以这里呢不做成买点，它哪怕有绿灯它也不构成买点，还是相对要小心除非它来一根什么阳线，把决策阴高点突破，收出绿灯这里又因为指飘带。那短线可以看涨，看对于左侧高点的突破也没有问题，但目前没有嘛，所以就短线也还不能够看涨。波段170没问题，但波段开始走弱。我们关注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38.305，高点的压力是242.495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Unity， 那么这个股票呢在前期这里出现财报后冲高回落大阴线后在最近的盘前，阿哲在昨天是不是讲过它运线，然后不容易出现方向了，这里大概率应该是走为震荡。那么你大概那后续呢，如果你还想要去操作，你可以这么去看，就是价格走势高点突破，你可以看对于上方大阴线实体的上沿的一个波动。如果下破呢，那么方向可能就要走空了你可以这么去看。后续阿哲可能不会持续跟踪它了。那么它也是最近呢，我们拿出来可能看个波段上涨，但问题短线透支太多瞬间呢就涨高了，然后就又跌下来了。
所以这里要再走波段，可能要等它这种震荡盘完之后再启动，所以不一定会一直跟踪它。我们看预测值，现在还是红灯没有走绿灯。预测值在下周是多少呢？周一的低点支撑是32.3，高点的压力34.15关注这2个数字。以上就是8月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即将选方向，大家千万要小心，下周密切关注大方向的选择，一旦出现方向，个股再去做更多的加仓或者说减仓行为。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